苹果加生姜这样吃，10天狂掉7斤，无需节食运动，简单食材搭配出瘦身王炸。想快速掉秤的朋友快收场，跟着吃就能瘦到理想体重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我们先来处理生姜。洗生姜可别偷懒只用水冲，先将生姜用清水轻轻湿润表皮，取少许食盐均匀搓在表面，指尖顺着纹理轻轻揉搓，盐粒的细微颗粒就像天然的百洁布，带有粗糙感，能深入缝隙，带走表皮污垢、残留农药，连肉眼看不见的杂质都能一并吸附出来，比普通水洗更彻底。揉搓后别急着冲洗，拿起小刀仔细削去生姜凹凸处、褶皱里的顽固角落，那些藏在犄角旮旯里的泥沙最容易残留，轻轻一削就能彻底清除。最后用清水反复冲洗，直到每一道纹理都通透洁净，不带一丝杂质。这样处理后的生姜干净又安心，每一口都吃得放心又健康。现在我们来切生姜，将洗净的生姜切成均匀的薄片，保留姜皮更能最大化营养。姜肉性温驱寒，姜皮性凉散热，二者搭配能平衡寒热，尤其适合体质偏热或脾胃敏感的人群。生姜富含姜辣素、挥发油等活性成分，不仅能暖身促进血液循环，还能帮助提升代谢，缓解疲劳。带皮切片能完整保留姜肉加姜皮的天然配比，让营养成分协同发挥作用。切好的姜片整齐码入盘中备用。再来处理苹果，先将苹果用清水浸湿，撒上盐后用指腹轻轻揉搓，盐粒的微摩擦能温柔带走表皮蜡质、灰尘和残留农药，比单纯水洗更彻底。千万别小看苹果皮，它富含果胶、花青素、膳食纤维等营养，抗氧化能力比果肉更突出，保留果皮能让营养加倍。搓洗后换清水漂洗干净，清洗干净控水捞出，把苹果放菜板上切成4瓣。一定要去掉中间的果核，苹果核内含有少量的氰苷，遇酸或咀嚼后可能释放出微毒物质，去掉果核更安全。接着将果肉切成滚刀块，这种切法能让每块苹果都有不规则棱角，不仅在煮水时更易释放果香和营养，入口也更有层次感。切好的苹果块放入大碗，加入少许的白醋和清水浸泡。白醋可是护色小能手，不仅能阻止苹果氧化变色，还能轻微软化果肉纤维，让口感更清甜柔和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把红枣，注入清水没过食材，用手轻轻抓洗表面，水流冲击和指尖揉搓，能带走表皮浮尘、褶皱里的灰尘。红枣表皮富含花青素和膳食纤维，但缝隙易产物纳垢，抓洗时可重点揉搓凹凸处，确保每颗红枣都洁净通透。洗净后沥干水分，装入盘中，用干净的剪刀将红枣剪成小瓣，一定要去掉枣核，枣核性温燥，直接食用或烹煮易导致上火，尤其体质偏热人群需注意。此外，核内无营养成分，质地坚硬，还会影响口感。减半去核后，红枣果肉能更充分舒展，在后续烹煮中更快释放甜味和营养物质。无论是煮苹果生姜水还是煲汤，枣香更浓郁醇厚，同时避免了燥热，喝起来更加的温和安心。将剪好的红枣瓣整齐码放在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取一口干净的砂锅，
砂锅导热均匀，保温性好，能更好的保留食材营养。将处理好的苹果块、生姜片、红枣一同放入锅中，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冰糖，喜欢清甜口感可多放，偏爱原味则少放或不放。一次性加入足量的清水量，以没过食材2到3厘米为宜，避免中途加水影响汤品浓度。用汤勺轻轻搅拌，让食材在水中舒展，盖上锅盖，开大火将水煮沸，转中小火慢煮20到25分钟。很想知道屏幕前的你来自哪里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能与世界各地的朋友再次相遇，真是件奇妙的事。如果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不妨点击订阅按钮，后续还有更多实用小技巧等你解锁。揭开锅盖，一股混合着果香、姜香的暖香扑面而来，一锅色泽透亮、酸甜微鲜的苹果生姜红枣汤就完成啦。趁热喝一口，暖身又暖胃。煮沸过程中，苹果的酸甜、生姜的鲜香、红枣的甘润逐渐交融释放，苹果块煮至微微透明，果胶融入汤中，汤汁变得微微粘稠，生姜的辛辣感被中和，只剩温和暖意。红枣瓣煮至饱满开裂，糖分完全析出。每天一碗苹果生姜红枣汤，喝出轻盈好气色。这碗暖身汤里藏着多重惊喜。苹果的果胶像温柔的肠道清道夫，帮你带着油腻，让消化更顺畅。生姜的暖力能慢慢唤醒身体，喝完整个人微微发热，尤其适合手脚容易冰凉的人。红枣则悄悄为你补充气色，喝出淡淡红润感。3种食材煮出来的甜汤，酸甜中带着丝丝鲜香，口感丰富又温和。早上来一碗，唤醒沉睡的肠胃，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。下午喝一杯，驱散困意的同时，还能悄悄减轻馋嘴负担。不需要复杂步骤，食材煮一煮就能喝，既是好喝的饮品，又是日常养生的小确幸。坚持喝一段时间，你会发现身体好像越来越轻盈，换季时的小不适也变少了。这样一碗简单又滋养的汤，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，用温暖的味道呵护每一天。我是瑶瑶，今天的养生汤分享就到这里啦。简单食材煮出温暖与健康，希望大家都能喝出好状态。下期我们再解锁更多实用小妙招，记得准时来哦，拜拜啦。